怎么又做这个梦？雨桑，宋思燕回来了。宋思燕，雨桑，你有没有觉得宋思燕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以前是高冷学霸，现在看着有点阴郁，不像好人。哦，对，他以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雨桑，你说他突然回来，该不会是想找你复合吧？不会。就算找你，你也不许答应他。当初他那么对你，这辈子都不能原谅。好，我就算是嫁给狗，我都不会回头。这下你总放心了吧？乖啦，等有空我们去酒吧，我给你介绍8块腹肌的体院大学生，到时候气死宋思燕。江雨桑，我从来都没爱过你，分手吧，往后就当彼此从来没有遇到过。宋思燕，当初分手的那么决绝，走的那么坦荡，如今又为何回来？江绿，江绿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最近的案子有点多。就算你想赚钱买房，也不用这么拼命吧？怎么说你也是江家大小姐，你父母那么疼你，你想要什么房不给你买呀？是吧？可我已经不是江家的大小姐了，而是一个偷了别人人生的假千金。你好，我是清河律所的江雨桑，跟你们特助约了下午2点见面，请稍等。听说时任的总裁不太好相处，好几家律所被他虐得体无完肤。不过这家的律师费每年高达1个亿，如果能拿下这单，那你的佣金就够买房了。就是不知道那个活阎王今天会怎么虐咱们。请问江小姐认识我家总裁吗？不认识啊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只是觉得奇怪，之前来的律师都是总助推荐的，但刚才总助说让你直接去总裁办公室。这么高的接待规模，江绿，咱走吧。抱歉，总助说只让江小姐一个人去。你好，伊森先生，我是清河律所的江雨桑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宋思燕，江雨桑，你好，伊森先生，这是我根据贵公司的法务需求做出的项目策划书，请您过目。几年不见，连我名字都忘了。这不是应您的需求吗？您说的，以后即使再见，别当做从未遇见。伊森先生，我这么做有错吗？
你倒是听话。不然呢？每天寻死觅活的想着伤害过我的那个人吗？抱歉，他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。牙齿不疼是吗？他结婚了，坏掉的那个智齿已经拔掉了，留着它也没什么用，干嘛总让它影响我的生活？当断则断，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所有应急法务案件处理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。不知道姜律师能不能做到这点？一般小的纠纷没问题，如果涉及财产安全和人事纠纷，那我一定做不到。我想，不仅是我做不到，任何一个律师都不可能完成。伊森先生，您这个要求有点太苛刻了吧？既然如此，姜律师有什么能力说服我，让我选择跟你们律所合作？我们清河律所是京都5大律所之一，口碑位居榜首，向来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。再者，我与其他的科技公司也合作过，能够在事发的第一时间找出针对的策略，并且提供法律支持。这是我处理过类似的案件案例，您可以看一下。我看的不是过去，而是现在。这是我要马上收购的公司。如果姜律师能在明天下班前给我一个合理的方案，我就跟你们合作；如果不行，那就不要再来。宋思妍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点儿？这里面的工作量是3个人1天之内都完不成的。你要是不想合作就直说，何必这么折辱人？姜律师终于想起我名字了，拿回去好好看看，我怕你后悔来找我哭。宋思妍，真是一个折磨人不偿命的魔鬼。嫂嫂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姜丽，怎么样？你见到他们老板了吗？我见到了一只狗。狗？哦，是机器狗吧？是那种既能够迎宾又能够处理业务的高科技。真不愧是科技企业。姜律，下次也带我长长见识呗。如果能在明天以前把这些合同的法务问题全部给出解决方案，你就能见到那只狗。这是妈妈的乖女儿。雨桑，下这么大雨，怎么没打伞啊？头发都湿了。你没开车回来？哦，没有，最近都是助理送我，他今天有事儿，就让他先走了。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吗？我去接你，你一个人打车多不安全啊！是啊，雨桑，就算我们没有血缘，我们也会把你当成家人一样的。是啊，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见外，不然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要心疼了。姐姐，
我今天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有心脏病，小时候又在孤儿院受寒严重，医生建议我多接触阳光。如果姐姐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换个房间呀？我所拥有的一切本来就是江蕊的，还给他也理所应当。当然可以啊。不可以，雨桑，你住医面的房子，皮肤会起小疹子。蕊蕊，你去楼上，我把房间让给你。蕊蕊有病，晚上又经常发作，你总是回来的很晚，万一蕊蕊有点什么事儿，都发现不了，还是雨桑让出来的好。那就让雨桑住我房间，我去医面。那怎么行？现在你们已经不是亲兄妹了，要是被人知道住在同一个楼层，会被人说三道四的。以后还有哪家名媛千金敢嫁给你？从江蕊回来的那一刻，这个家就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。江雨桑，你还在期待什么？没事儿，来吧。进。宋总，清河律所的人到了，您看要约见吗？让他上来。他们同行3人，只让江律上来吗？还有谁？啊，还有一个助理于萌，一个清河律所的合伙人沈清晨。那就会议室。是。师兄，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和于萌没那么快完成这下子。跟我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吧。哎，江律，科技狗呢？怎么没出来迎宾啊？我还想着大开眼界呢。什么科技狗？就是昨天迎接江律那只狗啊。江律，你不是说我们今天过来就能看到吗？怎么还没出来啊？你要是再多说一句，咱们俩今天都得死在这儿。江律师啊，我什么时候变成狗了？对不起啊，宋总，我跟他开玩笑呢，没有骂你是狗的意思。我还以为你们律所都有这规矩呢，合作之前啊，都得先变身。你说笑了。江律师不打算介绍一个，还是觉得我们狗类不配认识你们？好你个宋狗，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你！宋总别介意，江律师只是开个玩笑，没有冒犯您的意思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都请坐吧，不然明天你们江律师啊，不知道又给我安排到哪个动物讲座去了。几年过去了，还是这么小心啊。江律师的，我耳朵还没聋呢。项目书改的不错，细节按照我说的改就行了。是。宋总，您昨天说的，只要我的项目书通过，您就把谢润集团所有的法务都交给我们律所。我说过吗？这狗男人该不会想反悔吧？您说过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。抱歉啊，我是狗，没有人格，不能像江律师一样以人格担保。宋思妍，你有完没完？这个梗过不去了是吧？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明天到我公司上班，帮我完成几个收购案后，我再决定要不要跟你们合作。这是正常流程。宋总放心，江律师是我们律所的金牌律师，我想他一定会让你满意。那就签合同吧。
下周一上午9点讨论事故案，江律师不要迟到。Welcome to the new world, never seen before, where the sound of thunder. 感谢宋总对我们的信任。您吃饭了吗？我订了望江阁，不知道宋总有没有时间？他不会跟我们去的，我们自己吃就好了。江律师对我这么了解，谁都知道伊森先生很神秘，又怎么会随便跟人家吃饭呢？跟江律师吃饭，我叫随便，我不会随便跟女孩子吃，除了我女朋友。喂，爹地，你忙完了吗？江玉桑，5年过去了，人家早就有了新的生活。你爸又虐待你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小子，只有向我求救的时候才会这么喊我。说吧，还要怎么欺负你？我想要妈妈送叔叔，要不你找个老婆吧，这样我也算有妈妈了。我老婆凭什么给你当妈妈？去问电视，爸有话跟叔叔说。阿言，你跟清河会所签了吗？签了。这么多家律所，你偏偏选择了清河，还说不是为了江雨桑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回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连同父异母的妹妹你都下得去手，跟你那贱人的妈一样，都是贱种，都为了她！不要啊！我求求你，我求你放了我儿子！好啊，一命换一命！妈，你别听他的，又不是冲我来，别伤害我妈！阿言，你要好好的活着。妈，我没忘。江律师会开车吗？这也是贵公司审核的之一。家里司机有事请假了，你来开车。还没正式合作就开始压榨我，万恶的资本家！你这个车型我没开过，要是开的不好，宋总可别怨我。智能驾驶，傻子都会开。那个宋总，您介意我靠边停车接个电话吗？雨桑，你快点来呀！上次那个体育生他找你，一口一个雨桑姐叫着，叫的我的心都要化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她身材超好，8块腹肌，还18厘米，绝对比宋思燕短小精悍3秒男要好很多倍。姐妹，我不骗你。米洛，我开车呢，我待会儿给你打过去啊。雨桑姐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吧。小文啊，那个我现在有事儿呢，我们回头联系啊。雨桑姐，我叫小陆。你是不是交往的人太多，记不住我了？好巧，红灯，
臭米洛，你是嫌我命太长了吗？江律师如果不记得我的尺寸，我不介意帮你回忆一下。江律师，别忘了给你的18厘米打电话。狗男人，儿子都有了，还这么小心。那个宋总，我敬你一杯，今天的事儿能不能过去？江律师未等还想喝酒，是想讹我工伤费？喝一点儿应该可以吧？煮一壶姜米茶，还有今天的菜都不要放辣椒。好的。千晴，真漂亮。姐姐，你看我这一身礼服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很适合你。姐姐的眼光最好了，她说好看，那就是好看。妈，我就要这一身了。好，就要这套。到时候我们蕊蕊一定是全京城最漂亮的小公主。雨嫂，你最会化妆了，明天给你妹妹化个最好看的妆。明天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明天姐姐还不知道吧？明天是我的生日，爸妈想在这一天给我举办一个认亲宴。姐姐，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参加哦。认亲宴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好好陪着江蕊吧。怎么行？不能让别人背后说我亲生女儿回来了就冷落你这个养女。这是你妹妹给你选的礼服，记得明天穿上。来，再让妈妈看看，真好看。可明天也是我生日啊。这位就是我的亲生女儿蕊蕊，这是你王叔叔。叔叔好。哟，雨莎，我不知道你今天也来了呀，实在抱歉啊，阿姨只准备了一份礼物。怎么样，她也来了？一个假千金还真千金的接亲宴，不觉得尴尬吗？而且你看她的礼服，跟真千金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这孩子也真可怜，突然从万千宠爱的小公主变成假千金，要是我都能哭死。雨桑永远都是我们江家人，以后也不会有人去轻视她。以后还请各位不要再说这种话伤害她了。别担心，有哥哥在，这个家没人敢欺负你。你的生日礼物，打开看看喜不喜欢。哥，这生日礼物太贵重了，你还是给江蕊。傻丫头，哥哥送给你的礼物多贵都值得。你什么时候跟哥哥争身份了？哇，这个衣服好漂亮啊！姐姐，这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吗？姐姐，你眼光真好，我很喜欢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觉得呢？好看。这不是给你的，是给雨桑买的，赶紧摘下来。对不起，哥哥，
我不知道这是你给姐姐的，我现在就还给她。江峰，今天是你妹妹的认亲宴，她好不容易才回到江家，就不能让着她点儿。啊，这个我是给雨桑买的，这个镯子是给江蕊的。可她就喜欢这个玉佛，既然蕊蕊戴上了，就没有再摘下来的道理。雨桑，你别介意，你以前过了那么多个生日，这是蕊蕊第一次过生日，你让着她点儿。还要怎么让？雨桑的房间他占了，我给雨桑买的车子他也要了，现在连礼物也要抢，他凭什么？江峰，你放肆！今天是你妹妹的生日，我们都要以她为主。果然，26年的感情抵不过一张亲子鉴定。啊，你没事，哥，给他吧。我们走。越来越不像话。妈，哥哥这么偏心姐姐，该不会是喜欢她吧？怎么可能？他们是兄妹，但没有血缘啊。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。只要姐姐嫁给哥哥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我儿子的妻子一定是要对他有帮助的豪门，绝不可能是身世不详的雨桑。江雨桑，我迟早会把你赶出江家。爱上最危险的他，怎么又放不下？算了吧，遇见最危险的他，怎么江雨桑。怎么样，他也来了？一个假千金来真千金的接亲宴，觉得尴尬了。雨桑，你别介意，你以前过了那么多个生日，这是蕊蕊第一次过生日，你让着她点儿。蕊蕊有病，万一蕊蕊有点什么事儿，都发现不了，还是雨桑让出来的好。交警队是不是给你发任务了，让你站在这里，不给所有人看？兔子爷，你怎么跟他们一样？除了冷落我就是嘲讽我。看我现在这么落魄，你心里很得意是不是？被人欺负就是当初跟我闹的，被狗吃了吗？要是不想被冻死，赶紧上场。要哭就一次性哭完，我可不想明天工作中看到你哭的样子。你不用憋着，想笑就笑吧，反正我已经习惯了。江一桑，幸亏你生到现在，要是生到秦朝，10个长城都不够你哭的。人家孟姜女那是哭王夫哭倒长城，我又没有王夫，哭什么？哭前男友啊，他现在还正活蹦乱跳的，我哭什么？那要不我死了，给你一个哭的机会。你死我才不会哭，况且也轮不到我，我是有老婆孩子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黑市，贩卖人口的地方。幼稚。小桑，
快看，哇，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烟花。快许愿。我希望能跟阿燕一直幸福快乐下去，共赴余生。来来。江雨桑，这儿怎么会有蛋糕啊？还是我最爱的芒果口味。搭配上午。还有这种好事？你吃不吃？不吃我拿回去喂狗。不吃。现在沾了我的口水了。你家狗肯定不会吃的。江雨桑，生日快乐！我一定是在做梦，不然怎么会觉得宋思燕看我的眼神里会有爱意？看够了吗？果然是错觉，她都已经结婚生子了，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我回去路上小心。我倔强离开，一颗心丢入大海，再不存在，留白了所有。你怎么跟他们一样？除了冷落我，就是嘲讽我。嫂嫂，思燕，明天别忘了过来治疗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馄饨，快尝尝吧。我时间来不及了，跟客户约了9点会谈，你们吃吧。这样吧，姐姐，今天我不开车，你开吧，这样比打车要快。哎呀，你就尝一下嘛。姐姐，边瑞集团那个客户让给我可以吗？江蕊，这不是一件衣服一辆车，说让就让的，这是一个集团跟律所的合作，我说了不算的。姐姐，我知道我学历没你高，能力也没你强。既然这么让你为难的话，那我就想想别的办法好了。不就是一个单子吗？你就让给他。妈，蕊蕊好不容易回到家，我们应该弥补她这些年所受的苦才对。雨桑，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让让妹妹。我们只是谈了一个小合作，你要是有能力的话，自己去争取吧。真的吗？姐姐，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拿下这个单子的吗？为什么好多律所都被打回来了？就凭我5年内208个案子无一败诉，就凭我1天内可以完成别人1周的工作量，不然你以为我凭什么？靠美色跟人家总裁玩暧昧？我当然不是这么想的啦，姐姐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是最厉害的律师，我要向你学习。姐姐，你快吃吧，一会儿还要跟客户谈判呢。就凭我的姿色，拿下深润集团的合作根本就不是问题。江雨桑，你迟早会被我踩在脚下。
他怎么上来的？我也是刚到啊，我去了解一下。这里让我查到目前江氏集团的状况。他们主业是新能源汽车，根据我们测试，他们合作的进口软件系统存在巨大漏洞，未来的江氏集团将面临巨大的赔偿问题。我们可以趁虚而入，继续盯着，一旦时机出现，我们全盘接手江氏集团。那江远商怎么办？虽然他现在不是江家血脉，但江家养他这么多年，如果到时候他站了出来，你会不会手下留情？不会。希望你说到做到啊，不然你妈的家庭之林都不会安息。宋总，会议室里的人是盛世律所的江蕊，他是冒充清河律所上来的，想和您谈合作，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。连自己身份都被盗用，江雨桑，你到底有多笨？见这个小姐，清河律所的江雨桑律师已经在会议室了，我不能放你进去。江蕊，怪不得他要把车让给我开，不仅在刹车上做手脚，还想利用我的身份抢走我的客户。喂，陈大柱，我是江雨桑，我在1楼前台被人拦着了，上面那个人是江蕊，他是被冒充的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冒充的呢？就知道是这个狗男人故意让前台拦着我。因为只有江雨桑知道，宋思燕的屁股上有一块红色胎记。我跟你兄弟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屁股上有块胎记？来，把裤子脱了，让我们检查一下，万一他还说谎呢？宋思燕，如果这还不能确定的话，我还有其他可以证。需要我一一说给你听吗？我还知道。江雨桑，闭嘴！宋总，认出我来了，让前台放行吧。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再来见我。前台是个人都放进来，还有脸笑？宋总，我马上去处理。里面的那个人冒充我，他是什么目的我不知道，但前台失职放人进去，如果被你们总裁知道了，怎么处理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对不起，江小姐，我们这就把他赶出去。您先到隔壁办公室休息一下。怎么是你们？宋总呢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江小姐，你冒用他人的身份混进公司，我怀疑你对我们总裁图谋不轨。没有。放开我！说不定他是别的公司间谍。就是，咱们可是科技公司，一个小程序就能卖几个亿，要是被这种人盗走，可就损失更大了。不是，我不是间谍，我是江雨香的妹妹。姐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车子坏在半路了，我现在正打车呢。我跟客户约了9点，我现在已经迟到了，我都快急死了。姐姐，我用你的身份进入 Sharon 集团，他们误会我是间谍，现在要把我交给警方。姐姐，你赶紧替我说说情，不想被警察带走。所以今天车子是你故意动了手脚，也是你故意让我迟到，好给自己留时间见谢瑞集团总裁，对吗？姐姐，不是我怎么会对你做出那种事情呢？江蕊，我前几天刚换的刹车片，如果没有人动了手脚，刹车怎么会失灵？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让着你。你的事情我帮不了，
自己想办法。宋思妍，不过就是说了你一个秘密，你该不会想要杀人灭口吧？除了这里，还伤到了哪儿？没有。江雨桑，当年对付我的本事都去哪儿了？非要被人欺负死才知道反击吗？我刚刚不就是在反击？把医药箱拿过来。车祸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刹车片被人动了手脚，跟人追尾了，赔了人家点钱。这个家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？今天是刹车，那下次呢？江雨桑，为了报答江家的养育之恩，非得把自己命都搭上吗？宋总，这好像是我的家事儿吧？毕竟是您说的，我就算是死了，都不要再来找你。就算你来找我，我也不会管。先休息人中，等会再开。怎么感觉宋思妍有点不对劲？连门都不敲。宋思妍从来都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她的领地，所以这是她老婆。就算宋思妍真的有事儿，需要关心的人不是我。快2个小时了，再怎么腻歪也该结束了吧？雨桑，妈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？蕊蕊不就用了你的名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至于让警方审问他，搜他的身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你。妈，你要不去问问他做了什么？他动了我的刹车，害得我跟人家追尾，我差点……你妹妹连扳手都拿不起，怎么会动你的刹车呢？我知道蕊蕊回来让你很不适，我们已经尽力顾全你的感受了。可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针对她？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做，你才能接受蕊蕊？一直在刻意针对的那个人，不是江蕊吗？宋总，江小姐的车坏了，现在又不好打车，您看
要不要烧他一个？我很闲，谁的事都要管。哦，不是，宋总，您看是回家还是去拳馆？李医生说，您现在如果不适的话，可以去运动一下，多分泌些多巴胺，心里好受一些。回家。哼唧什么？你妈都跟媒人跑了。相遇之前，每个长夜都白白修炼，留我在人海里擦肩。分手吧，往后就当彼此。相遇之前，每个长夜都白白修炼，也许你痛在所难免。桑桑。喂，宋思燕，江雨桑在酒吧泡帅哥，我看这两人都喝得不少。如果你再不来，人就要被别人抱走了。位置发我。在108报响，那小子是体院打篮球的，人已经被我控制了。你带着江雨桑走就行了。行了。江雨桑，为头还喝这么多酒，你是不是想死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听我唱歌，你是如何？不想被扎针，就把这药吃了。江雨桑，你在干嘛？吃药啊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我不想回家。不回家还想干什么？我想去坐摩天轮，你可以带我去吗？可以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啊，我想把你卖了换钱。走。哎，我有钱给你付小费，我把这个卡给你，你不要把我卖了。为什么给我小费啊？你们这些当男模的不都是为了赚钱？你放心啊，我干这种事情从来都不会不给人家钱的。江雨桑，看来你平时没少找啊，你到底找过几次啊？1次、2次，还有第3次。江雨桑，要是再让我看到你找男模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
能不能别生气了？我以后只包养你一个，行不行？江雨桑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为什么生气啊？你以后就是我的第一男妃，你不应该高兴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等你醒了，再跟你好好算账。于桑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怎么到处找不到你？他在我怀里睡着了，你找他干嘛？你怎么会接于桑姐的电话？你是谁？我是她男人。你要是再敢骚扰她，我就打断你那只灌篮的手。几年不见，真是见证了。这是酒店大床。该不会睡了昨天那个小奶狗吧？还好没有酒后乱性。您好，我是客房服务，给您送早餐来的。全都是我爱吃的。是谁叫的早餐？抱歉，我们不方便透露客户消息，只能告诉您是一位男士，他让我们9点过来给您送早餐。这是他给您送来的换洗衣服。小姐，祝您用餐愉快。难道是昨天那个小奶狗？他不仅没有趁人之危，戏还挺细的。小陆，谢谢你昨天送我来酒店。房费跟衣服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雨桑姐，你昨晚不是和姐夫在一起的吗？你说我跟谁在一起？雨桑姐，我昨晚和你一起喝酒没错，可是后来去洗手间的时候跟人起了争执，打了起来。回来以后就发现你不见了。我给你打电话是个男人接的，他说你已经睡下了，还说什么？说他是你男人，让我以后不要再打扰你了。宋总，江律师在办公室等您，看样子还挺生气的。宋思妍，昨天是不是你带我去的酒店？江律师是来感谢我的吗？怎么看着不太像？宋思妍，你凭什么那么说呀？你们明明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我说什么了，让你这么生气啊？
你说你是我，这狗男人就是故意逼我说出他是我男人那句话，我才没那么蠢。自从你5年前离开我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。所以，你不要在我朋友面前胡说。昨晚之前是没什么关系，不过昨晚以后就有。你别胡说啊！昨天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别想讹我。我怎么会讹你呢？江律师看看这个不就知道了。我的卡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你偷我东西了？江律师啊，那说话是要讲究证据的，不能污蔑好人。这明明是你昨晚给我的包养费。你胡说！我放着小奶狗不包养，我包养你这种无情寡义的老男人啊！眼睛瞎了，心还没瞎。不知道昨晚谁说的？我有钱给小飞的，这张卡给你，我以后就包养你一个人好不好？你以后就是我的第一。我真是小男人小妇吗？竟然跟宋思燕说出这种话。宋思燕，我那是喝多了，说的话不算数的。江律师确定不是酒后吐真言？我就算是酒后吐真言，那我肯定也是把你当成别人了。我从头到尾应该都没有喊过你的名字吧？要不是小陆中间有事先走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跟你走？江雨桑，如果昨晚不是我及时出现，你就被人骗了。怎么几年不见，脑子还是这么笨啊？我又不是没被人骗，骗一次跟无数次有什么区别？昨天晚上酒店的钱我会转给你的。这张卡我先拿走了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查一下江雨桑到底有什么事？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江律师想买房搬出去住。上周于毛催我给他们律所打钱的时候说过，说江律师特别需要这笔佣金，不过这些钱只够他付首付的。他想搬哪个小区？玉水湾，我们的新楼盘。江小姐，我们集团刚刚上线了一个新活动，砸金蛋中大奖，最大奖项是送您全屋家具。香绿啊，我严重怀疑这房地产老板是你亲戚吧？他怎么知道你没钱买家具啊？香绿啊，试试吧，万一中了，你明天就能搬家。这肯定是他们的营销手段，全屋定制，怎么着也要几十万，除非他们老板疯了。哎，江小姐，你不妨试一试，万一中了呢？江绿，试试。是真的，江小姐，您可以持卡到我们集团旗下的任何品牌购买家具，只要金额不超过50万，我们都是免费赠送的。江小姐，恭喜您！谢谢。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随便一砸就是50万。所有金蛋都是特等奖，砸不中就怪。老板真是疯了呀！雨桑小姐，我给您煮了姜枣茶，您生理期快到了，我怕您会肚子疼。谢谢张妈。
这个汤啊，要连着喝几天才管用。明天我给你灌保温壶里，上班带着喝。好，辛苦张妈。只要您在这个家待一天，我就好好伺候你一天。毕竟您是我从小带大的孩子，您走到哪儿我都不放心。张妈，您放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不用担心我。姐姐，你喝什么呢？我也想喝。雨桑小姐每次来丽家都肚子疼，我就给她熬的姜枣茶。姐姐，你的命可真好。我来丽家也肚子疼，每次都只能躲在孤儿院的角落，一个人偷偷的哭。张妈，我也快来生理期了，也给我盛一碗吧。我也想享受一下这样的待遇。好的。蕊小姐，有点烫，要不给你放桌上吧？没事的，给我吧，我没那么矫情。张妈，对不起，太烫了，我没接住。张妈，送你去。走，没事的，家里有烫伤膏，上点就行。我这皮糙肉厚的也没关系，只要没烫到蕊小姐就好。要不是她故意松手的，你也不会被烫着。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太烫了，没接住。江蕊，你别给我装可怜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。姐姐，你真的误会我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烫张妈的。怎么了？大半夜的哭什么？都是我不好。刚刚张妈给我递汤，我没有接住，把她给烫伤了。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姐姐误会我了。雨桑，张妈经常在厨房做饭，又不是没被烫过，你这个把责任都推给你的妹妹吗？妈，我亲眼看见是她故意松的手。妈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查监控，看看我有没有说谎。我承认是我故意的，就不要再说姐姐了，要不然她又要不回这个家了。你养了她这么多年，你一定舍不得她离开的。张蕊，你不用一直提醒我，张家的养育之恩我没有忘，但这不是你故意伤害我身边人的理由。妈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姐姐她又误会我。都少说两句，还不赶紧给张妈处理伤口？张妈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不小心，我带您去医院吧。希望你的不小心不要再有下次，否则我会对你不客气。要不走。妈，她真是的，现在都不把你放在眼里了，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姐姐，我想上厕所，但是我找不到厕所，你能带我去吗？可以啊，你家长在哪儿呢？他们如果找不到你，会很着急怎么办？我爹地在那边，帮我拿药。宋思燕的儿子也是叫他爹地，那孩子是不是也这么可爱？姐姐，我快被捂住了。张妈，你先在座位那边等我吧，我待会儿过来找你。走吧。走吧，带你去找你爹地。姐姐，你真是人美心善。姐姐，我爹地就在前面，他长得很帅的，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么巧吗？他竟然是宋思燕的儿子。爹地，你快过来，我遇到了个特别漂亮的姐姐。我刚才不是让你在凳子上待着吗？怎么又到处乱跑？我要尿尿啊！你总不能让我尿到裤子上吧？刚才不是刚带你上完厕所吗？别找这种借口骗我。
你怎么当人爸爸的？孩子生病了不说话，还这么凶？什么爸爸？妈妈别怕，姐姐是律师，她要是再敢凶你，我们就告她虐待儿童。江律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有人在这虐待儿童，我正想着怎么起诉他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这些是我的儿子，他从小在思妍身边长大，所以喜欢叫他爹爹。既然你来了，我就先走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再见啊，秦总监。还不赶紧送人家，道上的不安全。张妈，我们走吧。江雨桑，你是我，你长得很像一个人，您认识我？可能是我记错了，不可能的，一定是我认错人了。当年医生明明说，那个人的孩子已经流产了呀。晚上不好打车，我送你们吧。雨桑，周6班长酒吧开业，他请大家过去庆祝，你要去吗？去吧，他之前特意给我打了电话，不去好像不太好。到时候宋思燕肯定也会去，我怕那些人瞎起哄。不会吧？大家都长大了，有分寸的。你不在意就好，周6我去接你，我们一起过去。好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在外面吗？跟谁在一起啊？跟狗。你啥时候养狗了？什么品种的？一只脾气暴躁的大土狗，没事儿总爱冲我狂叫。那你记得给它做绝育啊，公狗发情就容易狂叫。这样啊，再看看吧，它如果再叫，就阉了它。宋总，据我调查，明阳集团利用拍卖会洗钱，他们的账务有很大的问题，我不建议收购。你哑巴了？我跟你说收购案的事儿呢，你倒是给句话呀！我怕你把我淹了。雨桑，我做了些你爱吃的菜，今天下班早点回家。妈好几天都没跟你一起吃饭了。好。雨桑，饭菜还得等一会儿，先吃点水果，坐下来陪妈妈聊聊天。尝尝这草莓甜不甜？甜的话，妈下次多买点。很甜，谢谢妈。不知不觉，我女儿都26了，妈也该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。妈给你物色了几个，有时间见见。所以把我喊回来吃饭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妈，我不想结婚，如果您觉得他们条件好，就介绍给香蕊吧。雨桑，你一直不谈恋爱，是不是还没忘了宋思燕？她有什么好的？一个没有背景的野种，根本配不上你。你找过他？我上哪找他去？等我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已经抛下你出国了。这种背信弃义的男人，
不值得你对他痴情。是我多疑了吗？他刚才那句话，分明是对宋思燕家很了解。您真的没有见过他？你这孩子，连妈的话都不相信了。我要是见过他，我早把他的腿打折了，让他当年这么对我的女儿。妈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提了。但是我现在不想谈恋爱，也不想结婚。怎么行啊？女孩子总归要有个归宿的。陈丽上高中他就喜欢你，有时间你们见一面。您之前不是还觉得他不是正经人吗？他当初缠着我的时候，您不是还特意找过他，明确的表态说您宁死都不会把我嫁给他。怎么？他现在改邪归正了？我这不是权衡利弊吗？我们和陈家刚好有合作，我想如果你嫁过去，对我们两家有好处。所以您想把我的婚姻当做江家上升的踏板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妈也是为了你好。再说陈丽已经浪子回头了，现在在管理家里的事业，业绩还很优秀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他介绍给江蕊吧。这种好事我得让着他，毕竟我已经抢了他26年的人生，不应该再跟他抢好男人了。蕊蕊可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怎么可能把她嫁给那种人？蕊蕊有心脏病，不适合早婚。再说，你不是一直想报答江家的养育之恩吗？我想，这正好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免得你心里总过意不去。而且，等你结了婚，就有了家，也多一个人疼你不是？用我一辈子的幸福给江家铺路，顺便把我赶出江家，给江蕊让位，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妈，江家的养育之恩我会报答，但不是用我的婚姻。我就算不结婚，也不会影响江蕊的位置。我很快就会从江家搬出来。当当，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是我花了1周时间拼完的，还有音乐啊，也是我录的吉他曲，世间独一无二，独属于桑桑的八音。我很喜欢，阿燕，谢谢。江蕊，姐姐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江蕊，谁让你进我房间的？又是谁让你动我东西的？我之前也动过你的东西，怎么没见你生气啊？这个八音盒，你怎么如此动怒啊？该不会是你前男友送的吧？你别以为我爸妈护着你，我就不能拿你怎么样。我迟早有一天会让他们看到你最真实的样子。哼，江雨桑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而你只不过是养在江家一只来路不明的野种。就算你说出真相，你觉得会有人相信你吗？江雨桑，你敢打我？谁给你的胆子？江蕊，你别忘了，我在江家待了20多年，只要我想，我就可以让你这个亲生女儿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。虽然妈妈已经站在我这边了，但爸爸和哥哥还是向着江雨桑的。在没有绝对把握能把江雨桑赶出江家前，我还不能撕破脸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再有下次，就不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。江雨桑，
我一定要让你为这个巴掌付出代价。雨桑姐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同学聚会。雨桑姐，我今天输了一场特别重要的比赛，你能不能带我乐呵乐呵？不然我都要抑郁了。诶，这小帅哥谁啊？该不会是江雨桑男朋友吧？这人长得漂亮就是好，上学时就有一堆学长追，现在毕业了又有一堆小奶狗追。别瞎说，人家只是认识，我这就把他们接过来。一起也行。今晚交给你个任务，保护好雨香姐，不要让她被狗团上占了便宜。保证完成任务。雨香带男朋友参加聚会不行吗？换一个前任有资格管吗？你说他是谁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刚才确定的关系啊。怎么样，小伙子不比宋心妍差，最重要的是人家年轻，你懂的。今天这个局本来就是为了宋思燕和江雨桑攒的，这下可怎么办？以宋狗那个脾气，这不得打起来？哎，今天我做东，大家随便吃随便玩。现在我大小也是个小老板了嘛。呀，长见识发达了呀！别忘了给自己买几条纯棉内裤啊！别再穿金融轮的了，省得跑起步来嘎嘎冒火星子啊！米洛，你咋知道班长穿啥样的内裤？难不成你还扒过他裤子？这还用扒吗？上学的时候，他坐我前桌，一趴桌子就露出他那条印着奥特曼的内裤。啊，对了，我这还有照片呢，发班级群里给你们看看。哎，我操！你们看班长前面那两人，我严重怀疑他们早恋。我听说宋思燕当年就是以让江雨桑帮她补习英语为由跟她做同桌的。那你们知道她中考英语作文只减了1分吗？这么说来，我们学神对江雨桑是蓄谋已久啊！天哪，我当年磕的 CP 竟然是双向奔赴啊！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磕的 CP 早就已经毕业了？难道就不能破镜重圆吗？宋总已经结婚了，我现在也已经有了男朋友，你们以后就不要乱说了，这样对谁都不好。江律师说我结婚了，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老婆，难不成我是冥婚？戒指都戴上了，宋总还想不承认？难道宋总想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啊？戴个戒指挡桃花不行吗？哪条法律规定不允许戴戒指的？还是说江律师为我定制了这条法律啊？你怎么说都是你有理，毕竟上一秒天长地久，下一秒一别两宽的事儿，你又不是没干过。行了，都是误会，我可以作证。思妍这么多年都是单身，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大家开开心心的才是最重要的嘛。钱友哥，这杯我敬你，谢谢你当年的不屈，不然我也不会遇到雨桑姐这么好的女朋友。这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的手不想要了是吗？为了雨桑姐，我这条命不要都行。你好样的！我就说我们雨桑人这么好，怎么可能遇到的都是渣男呢？行了行了，不闹了，我们来玩游戏吧。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？来吧，我们开始吧。还不赶紧拿瓶子去！
这个位置是我的。上面写你名字了吗？我是雨桑姐的男朋友，挨着她理所应当。你这个前男友瞎找什么？江雨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连自己女朋友生日都不知道，就算是演戏，也要认真一点比较好。下次多花点钱，找个靠谱的，演技不太行。要你管！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你给我等着，我玩不死你！宋思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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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思妍。哎，雨桑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大冒险。雨桑，现场找一位异性，用嘴巴把车一顿，我也给他。我喝酒。胃部疼了是吗？是啊，身体最重要。就你事儿多。雨桑胃不好，不能喝酒，我替他喝。你了，这你就没意思了。雨桑又不是非得喝酒，这不是还有别的方式的吗？就是玩个游戏而已嘛，不要玩不起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憋着什么坏屁，等到你们的时候，我玩死你们。小罗，帮姐姐个忙。这东西怎么总是这么冷人？哇，这个可的 CP 好像太有型了，这可比韩剧还要好看，这都不能复合，咋还能复合呀？是，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雨桑就算找只狗，也不会找他的。周四晚上你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跟谁在一起了？狗啊，难不成是你啊？是我啊。哎，没想到我们傲娇的学神也有为爱当狗的一天呐！宋学神为了跟雨桑在一起，都主动承认自己是狗了。米洛，你就别气了。宋思妍，你就这么喜欢当狗？不喜欢啊，但你喜欢骂我是狗。我为什么骂你是狗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因为你喜欢狗。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报你领证？行啊，你报一张，我就给你100万。那我可就要发大财。狗男人，你再敢欺负我，就让你赔得倾家荡产。江律师啊，前男友的裸照好看吗？你别以为我留着你的裸照是还没有忘掉你。要不是你比画报上那些男模身材好点，但凡你腿没那么长，腹肌没那么多，都不会留着。这么好，不嫌弃我短小精悍了？再来。宋思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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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思妍。钱有哥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初吻是什么时候？上次那个是什么时候？为什么分手？别想，咱们应该想个最劲爆的问题才对。如果现在让你回到跟初恋分手的那一天，你还会跟他分吗？江律，江律。哎，江律，你那套御水湾的房子装修好了吗？等过几天新家具送过来，就能搬入住了。恭喜你啊，江律，梦想成真了。
谢谢。嘿，你和你那个昨天的女朋友和好没？没有，1个月他要分10次手，每次我都舔着脸求不。没意思，真分了不后悔。如果现在让你回到跟初恋分手的那一天，你还会跟他分吗？会。既然那么坚决，为什么再次见面以后还要假装关心我、可怜我吗？我看你今天状态不错呀，那姑娘知道你最近情况了吗？不知道，还不能告诉她。思妍，你如果跟她好好处的话，她能成为你病情的良药；但如果你处不好，她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。这一点你一定要好好考虑。姐，我有分寸。好吧，反正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个女人不就是在宋思燕办公室待了许久的人吗？你的衣服怎么丢三落四的？宋思燕也住这儿，不是说未婚单身吗？那他们难不成是炮友？帅哥，下次记得还点我啊！哎，在线求爱，这样见前男友约炮会被灭口吗？死手，快开门啊！江律师就这么不想见我？江雨桑，你不是一直都很傲娇吗？不是什么都比我强吗？我就要看着你被踩在脚下蹂躏，像条丧家之犬一样，无家可归。哼！宋思妍，你要是再这么动手动脚的，你小心我告你性骚扰！江律师连情况都没搞清楚，怎么告我？刚刚明明是你先骚扰的我。宋思妍，我不是那种你可以随便带回家的女孩，请你放尊重一点。这么关心我的私生活？江雨桑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谁吃醋了？我不过就是想提醒你，请你做好一个前男友的本分，没事不要打扰那些。小白眼狼。什么？江峰给雨桑买房了？是啊，玉水湾的房子那么贵，如果不是哥哥，姐姐怎么可能买得起啊？妈，要我说，姐姐也挺可怜的。如果哥哥真的喜欢姐姐的话，你就让他们在一起好了，女儿变儿媳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
胡说，他都已经被人睡过了，怎么能配得上你哥哥呢？再说，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人留下来干什么？碍眼吗？不行，我儿子将来是要继承江家的，我绝不能让江雨桑毁了我儿子的人生。你的亲生女儿就是不一样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桑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姐姐，你还是赶紧上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吧。哥，哥，你怎么了，哥？哥，没事。哥，你好像被人下药了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走。雨桑，你跟你哥哥在干嘛？姐姐，哥哥喝多了，你不是要把他送回他自己的房间吗？你怎么把他带到你的房间里来了？你们……妈，您千万别怪姐姐，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有什么可误会的？这不明摆着的。蕊蕊姐回来了，她想赖在江家不走，所以就只能爬上江峰哥哥的床，想当我们江家少奶奶呗。我早就说过她不安分，5年前就跟别人同居，能是什么好货色呀？江峰的脸怎么这么红？该不会吃了什么脏东西吧？不可能的，你们千万别冤枉我姐姐。蕊蕊姐，之前雨桑姐是不是给了你一碗醒酒汤，让你送给江峰哥？难道这……雨桑，我拿你当亲生女儿对待，你为什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？他是你哥哥，你想让整个京城的人戳我们江家的脊梁骨吗？真是好大的一个局啊，把我都骗进去了。你们为了把我赶出江家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雨桑，这就是你的态度吗？我早就说过，即使我们没有血缘，我也会养你一辈子。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伤我的心？妈，我们一定是误会姐姐了。对，不是有监控吗？我们可以先看看监控，千万不要冤枉了姐姐。监控电源早就被他拔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雨桑，人证物证全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哼，爬上哥哥的床，他真的好不要脸，小男人想疯了吧？不仅如此，他还让江峰给他买车买房，这跟养了个情人有什么区别？兄妹变情人，真是给我们江家人丢尽了脸面。他5年前就被男人玩烂了，还被人甩了，这种人赶紧赶出江家吧，别给我们江家人丢脸。妈，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吗？原来在你的心里，我这么不堪。我从来没想过，我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，最后反咬我一口，让我在亲戚们面前抬不起头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爸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雨桑，爸爸很想相信你，可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一张亲子鉴定不仅断了我们之间的亲情，也毁了我们之间最起码的信任。姐姐，我们也想相信你，可是现在证据都在这儿了，我也不敢妄下定论。张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，这笔账
我迟早会跟你算清楚的。玉桑，你自己犯了错，还怪你的妹妹。看在我们母女的情分上，我可以原谅你。只要你从江家搬出去，我还会认你这个女儿。江雨桑，宋思言，我没有家了。我在江家生活了26年，我叫了他们26年的爸妈，可是他们现在没有人相信我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失败啊？走，我带你回家。要么你来拥抱我，要么开枪冲着我，爱我是我会令我变成花朵，像风一样窥视我将宋先生，您找到雨桑小姐了吗？找到了，谁打的她？是太太打的，少爷被人下了药，不知道被谁送到了雨桑小姐房间，所有人都骂她不检点，还说她想爬上少爷的床当少奶奶。他们还说雨桑小姐5年前就跟男人鬼混，还被人甩了，所以她亲生父母才不要她。我知道雨桑小姐是被冤枉的，可当时没有一个人向着她说话。江峰喝东西的被子还有吗？有，我看到小姐出事后，江蕊就偷偷把大少爷的醒酒汤给倒了，我就觉得有些古怪，所以偷偷把那个杯子藏起来了。除了江蕊，还有谁可能参与？还有2房的江晴，她平日里最恨雨桑小姐比她优秀，当时就是她弄了小姐一身蛋糕，小姐才上楼换的衣服，要不然也不会被他们冤枉。把杯子收好，我让人去取。嗯。江雨桑，这么无情无义的家，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？醒了，过来吃点东西。脸被打成这样，不打算说点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是被江家赶出来的，你会嘲笑我吗？会。就知道。宋思言，我是不是特没用？明知道江蕊的真面目，却还会被他陷害，确实挺没用。我原本是打算过完这个年就搬出来，大家好聚好散，可我没想到他这么等急，还用这种方式逼我离开。你打算怎么反击？还是继续做一个孝顺听话的女人？不，我要把我受到的那些委屈原封不动的还回去。家里的监控估计都被他们给删了。你是科技公司的老总，应该有办法恢复数据。你可以帮我吗？如果我说 no， 你打算怎么谢我？只要你能帮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除了
除了那个，哪个？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我只知道你在提醒我，要对你做点什么。宋思燕，哥，于桑，你还好吗？对不起啊，是哥哥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都是哥哥不好。哥，我没事儿，我原本就打算搬出来了，现在这样正好，省得我找借口。于桑，这件事哥哥会还你一个公道，不会让你白白受欺负的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我去找证据啊？在找证据之前呢，我先带你看一场精彩的节目。上车吧。可以。林家可是京城第一大家族，林家太子爷虽说前几年才被认回林家，但林老爷子对这个唯一的外甥宠得没边儿。听说林老爷子就喜欢慈善，所以妈给你举办这个慈善拍卖会，就是想让你借这次机会跟林家太子爷搭上关系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江雨桑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垃圾，看你拿什么跟我比？等我当上太子妃的那天，我一定敲碎你满身傲骨。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深知里面孩子的苦。现在我被江家认回来，用尽一切努力去帮助这些孩子们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给他们一些支持。我在这里替孩子们谢谢大家。有了豪门，生活还不忘本。这个孩子啊，可真善良啊！吃过苦的孩子才知道生活的甜，这种人往往更能成功，也更可靠。要是别人像他一样，早找个男人当靠山了。他不仅打工赚钱养自己，还补贴孤儿院，品行如此端正，属实难得啊！觉得这么真诚，也不怕闪了腰。那你想不想看他闪耀的样子？这男的是谁呀？这岁数都能当他爸爸了吧？亏我刚才夸他，没想到也是个为了钱不顾手段的坏女人。这关系完也太快了吧！刚才还是清纯善良大小姐，下一秒就变利欲熏心的捞女。不是的，这个照片是合成的，一定是有人想要陷害我。吴姐姐，是我姐姐诬陷我，是她。你这个小公子，我说我老公钱都花去哪了？原来花在你身上了。这个女人以前叫王蕊，上学期间就爬上了我老公的床，从他手里拿走了100多万。装可怜来博得同情，还想去工作慈善，你都没机会。将来好嫁入豪门，像他这样的贱货，哪个公子哥敢娶？江雨桑，这事是不是你做的？妹妹怎么这么生气啊？我不过是怕别人欺负你，我来关心关心妹妹。江雨桑，你就是一条没人要的贱狗，你有什么资格来笑话我？我才是江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，无论我做什么，爸妈都会原谅我，是不是很嫉妒啊？
所以你就费尽心思设计陷害，为的就是把我赶出江家。没错，你和哥哥的关系是爸妈最忌惮的，我只能从这件事下手。谁让你抢走了我26年的人生？这是你欠我的！你为了报复，所以给哥哥下药，你就不怕万一我们酿成大错，成为全京城的笑柄？你知道这对哥哥对江家是多大的伤害吗？谁让他对你那么好，对我却总是冷眼相待。明明我才是他的亲妹妹。所以，你承认是你给哥哥下药了？江雨桑，你给我下套！你不知道跟一个律师说话要小心，一切都可能成为证据。哼，那又如何？爸妈还是会相信我。江家，你再也回不去了，你永远会被我踩在脚下。谁踩谁还不一定呢。你就不怕被江家人知道以后会责怪你不顾江家的颜面？以前的我肯定会，但是昨天之后，我想明白了，他们明知道我不可能做那些事儿，为了把我赶出江家，还是选择相信江蕊，败坏我的名声。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？还不算傻。宋思燕，别再敲我头了，都被你敲傻了。傻点才可爱呀！我也想吃。喂我。宋思燕，你别太得寸进尺了啊！现在只要我停下来，这数据就再也找不着了。你自己看着办。宋思燕，你要是找不到证据，你信不信我咬死你？哦，那我不找，我等着你咬我。说说看，你想咬的上面还是下面？吃吧。宋思燕，你到底能不能行啊？你是不是骗我的？你自己看，我到底行不行？果然是江蕊。你觉得江峰一个大男人，江蕊一个人能把他扶进围巾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另一个人，我想你心里应该已经清楚。盛飞，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暂时被江蕊蒙蔽了双眼，原来他早就想把我赶出家门了。原来爱是可以被收回的。当年你是，现在我妈也是。我对你的爱从未消失过。我和王梅兰不一样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伤害过你，而他为了把你赶出江家，不惜侮辱你的名声，就是想让你和江家彻底断绝关系。我想他不仅是为了防范你和你哥，
应该还有别的目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总觉着我牵扯着他的什么秘密。宋思妍，你跟我妈以前见过吗？没有啊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总觉得你跟我妈之间瞒着我什么事儿。如果我和她之间真的有事的话，你会向着谁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谁都不想着。毕竟我都上海人。江雨桑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妈，这些照片都是假的，是姐姐陷害我的。我看到了，当时他跟一个男人就站在楼上，一定是他们干的。什么男人？我当时拍照片了，就是他，他现在正住在姐姐的新房子里呢。宋思燕，他回来了。我调查过他，他叫宋思燕，是Sharon集团的员工，他和姐姐的关系一定不一般。宋思燕。这是1000万，你拿着它出国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如果我说不呢？我知道你在深润集团上班，但那又怎么样？你顶多不就是一个年薪100万的小码农？这笔钱够你10年的工资了。带着它离开这里。昨天你设计陷害我女儿的事，就一笔勾销。这么急着赶我走，是怕我留下来威胁到你儿子在江家的地位？江峰永远都是江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如果我非要改，宋思燕，你敢！你敢害死我妈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如果不是因为江雨桑，你觉得你能活到现在？以为你是谁？一没背景，二没钱财，我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从深润集团滚蛋？你可以试试，我很期待。你想找我报仇，你敢吗？如果江雨桑知道你妈的死是因他而起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我想他一定会痛苦死吧，他这辈子都会活在悔恨当中。我妈的死跟他没关系，任你逼死他。但是你敢告诉他真相吗？如果你敢的话，你妈5年前死的时候你就报警了。可是你怕江雨桑知道真相后受不了，你为了保护她，你亲口承认你妈是自杀。宋思燕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情种呢。王美兰，我妈在你这里受的所有痛苦，都会照你加倍还回来。还有你们江家，也要让你们一起陪葬。你以为你是深润集团的总裁吗？你一个贱种，也想搞垮我们江家，你是图谁呢？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呢？王美兰，属于你的报应很快就来了。为什么总感觉他哪里不一样了？不是我，你们抓错人了，放开我！瑞瑞，你怎么了？同志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们抓我女儿做什么？
他设计毁我跟哥哥清白，我已经把证据交给警方了。妈，是姐姐污蔑我的，她恨我抢走了她江家大小姐的位子，所以才报复我的。雨桑，你已经抢了惹人26年的人生，为什么非要针对她？我们江家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是你用这种手段污蔑我的女儿。谁污蔑谁，警方自会查证。倒是你阿玛，你当初听信了江蕊的几句话，连查都没查就定我的罪，到底是您太偏心了，还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我能有什么秘密？你为了给自己开脱，污蔑惹人不，还要拉我下水，你这是不孝！家里的摄像头虽然被黑了，但是我已经找人恢复了数据。妈，如果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找人当场查证。那里面可不只拍到了江蕊。妈，你想让我放出来给大家看看吗？雨桑，是妈不对，相信了江蕊的话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你原谅妈好吗？妈，江蕊，你姐姐处处忍你让你，没想到你竟然陷害你姐姐，你是想拆散这个家吗？妈，我就是嫉妒你们都对姐姐好，冷落我，是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妈。这就是我喊了26年的妈妈，为了自保，连亲生女儿都能舍弃。妈，雨桑，是爸爸错怪你，爸爸向你道歉，以后这里还是你的家，啊？爸，您不用跟我道歉。这件事闹到这个份上，跟我也有关系。如果我当初发现真相的时候立刻离开，就不会有这些矛盾了。这个家就让给江蕊。哥，谢谢你活了我26年。保重。雨桑，干杯！张雨桑，你怎么又偷偷来我这？这要是让宋思燕发现，还不得把我这 KTV 砸了？他要是敢砸，我就帮你告他，我就不信你告不了他。哎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们俩当年到底为什么分手？不知道。哎，他这个人啊，就这样，什么事都憋在心里。当年他妈去世，本来我想去帮他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他妈妈去世了，他没跟你说吗？从未提起。班长，你能告诉我他妈妈是怎么死的吗？这件事对他打击挺大的。他妈好好一个人，不知怎么突然就跳楼自杀，满地都是血。可能是这件事打击太大，霸王在里他就直接走，这一走就是5年，直到今年才回来。班长，他妈妈是什么时候去世？5年前就5·1，我跟宋思燕都是南城人，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当初说好，等过完5·1，他22岁生日当天我们就领证。结果等到的却是他的分手宣言，这其中会有什么联系吗？
班长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慢点。就这么舍不得江家人？宋思妍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当初究竟为什么跟我提分手？你妈妈的死跟这件事有关系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妈的事？谁告诉你的？你回答我，宋思妍，你当初为什么跟我分手？你妈妈的死跟这件事有关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你妈妈刚刚去世你就跟我提分手？我妈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功成名就。那会儿跟你在一起，我没办法和森森结合，所以只能提分手。你就因为这个原因，当初说这么狠的抱歉，那种痛连我都承受不住，我又怎么会舍得让你承受这些？别让我知道她是宋思燕的母亲。咱俩是不是这样啊？对，上上真聪明，来，这样飞了，飞了。江南山，你竟然还在书房里藏着这个女人的照片，你到现在都没忘记宋璇这个贱人是不是？蔚蓝，你别无理取闹。宋思燕的母亲跟江家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宋思燕，你到底跟我隐藏了什么秘密？雨桑小姐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是不是生理期到了，肚子不舒服？张妈，我找您是想让您帮我认个人。这个人您认识吗？认识，他是老爷曾经的秘书，叫宋璇。张妈，您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在医院碰见了宋思燕？您说她跟您认识的一个人有点像，是他吗？是他。可是，难道她是宋先生的母亲？张妈，您能跟我说说他跟我父亲之间的事儿吗？宋小姐当年是老爷的秘书，两个人经常双入双出，当时就有传言说他们两个在谈恋爱。后来老爷的初恋王媚兰带着年幼的少爷又回到了江家。没过多久，宋小姐就因为泄露公司的机密而被开除了。宋小姐在家吗？宋小姐。宋小姐，宋小姐，你醒醒！宋小姐，喂，这里有人晕倒了。这是先生的一点心意。江远山是想拿钱让我滚，他要娶他的初恋是吧？王小姐带着江家的血脉回到江家，出于责任，老爷没办法拒绝，所以多是然然。你回去告诉江远山，从此以后，我和他再无瓜葛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哎，小姐，宋先生今年多大？比我大半岁。可是我明明记得当年的医生说宋小姐的孩子已经流产了，怎么会呢？小姐，
宋先生就是当年和你谈恋爱的那个人，对不对？是。也就是说，他当年抛下您，是因为他误以为你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有这个可能。可他当初怎么知道江远山是我父亲的？我从来都没有在他面前提过我的家人。小姐，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藏在心里。5年前，夫人偷偷把您和老爷做过亲子鉴定，我也是在打扫卧室的卫生时无意间发现的。既然王媚兰5年前就知道我不是江家亲生的，为什么她当时不说，偏要等到5年后？难道她是想利用这一点来逼迫宋思燕的母亲？就照江律师提出的方案执行。江律，你家出事了，你哥哥被人打了，江家被债主围得水泄不通，都上新闻了。江雨桑，你去哪儿？我哥出事了，我回去看看。你忘了他们是怎么把你赶出江家的？江雨桑，你要报答养育之恩，我不拦着，但现在你过去了，你自己也会受伤。难道你让我袖手旁观吗？我做不到。如果我有办法帮到江家呢？江氏集团的驾驶系统出了问题，并导致多人重伤。除非他们把所有车辆全部召回，更换更可靠的系统，否则江氏不仅要赔偿上百亿的赔偿款，还会因赔偿不起而宣告破产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江氏？Sherry 的驾驶系统经过多次实验，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，可以投产试验。所以要怎么样你才肯跟江氏合作？如果我想让你嫁给我呢？桑桑，等我22岁生日那天，你就嫁给我，好吗？江雨桑，我跟你就只是玩玩，我从没爱过你。我需要点时间想想。哥，雨桑，你怎么来了？看到新闻了？江家那么对你，你这时候最应该避嫌的，你怎么还来趟这趟浑水啊？毕竟在这之前，我也是江家的一份子。那呢？新闻上说，深润集团的驾驶水准已经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平了，爸就想去试试，看能不能促成合作。宋总，这位就是江氏集团的总裁。伊森先生，你好，我是江氏集团江远山。听闻贵公司的驾驶系统已经到达国际最高水平，所以我想和你谈谈自动驾驶系统的合作事宜。阿言，妈妈不知道桑桑是江远山的女儿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这个罪，妈去说，你要好好的活着。江氏集团马上就要破产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合作？我们在选择系统上出了问题，造成现在这个局面。但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把股份让出来一部分，算是我们合作的诚意。是你们江家股份很值钱，还是我们筛瑞集团缺你们那点钱？伊森先生，我知道你们看不上我，
但我们的企业一直是良心做人，一旦我们达成合作，必定能给你们带来更大的收益啊！良心企业，随便给员工扣罪名的企业，也可以在我这儿成良心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江氏走到这一步，是罪应应。我不会跟你们这种人。请回吧。请。爸，怎么样了？玉山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江家了。给我们贷款的银行是你同学陈烈家的，他说了，只要你同意和他结婚，他就答应继续给我们放贷。不行，陈烈就是个花花公子，雨桑跟他不会幸福的。我们这样做，跟把雨桑卖了有什么区别啊？现在所有的银行放贷给我们，除了是求陈家，没有别的办法，真的就只能是破产。玉三，你就不能看在江家给你养育多年的份上，做一次牺牲吗？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，你哥有可能会坐牢的。你也不愿意跟他进监狱，是不是啊？就算我去蹲监狱，也不会拿雨桑的婚姻幸福当交易筹码。难道我就只能去求宋思燕了吗？我们可以先签一个2年的婚约，如果2年之后我们相处的不错，就可以继续；要是合不来就分开。你这是打算为江家奋不顾身了？现在只有跟新任集团合作，才能救江家。所以嫁给我你很委屈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之前信誓旦旦的说嫁给狗都不会嫁，这不是打自己的脸。你要是不同意就算了。江雨桑，现在可是你在求我办事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把这个签了，我就答应帮助江家。婚前协议，女方提出离婚，违约金20亿，每个月履行夫妻义务20次。不许跟异性有暧昧关系，一旦发现增加夫妻义务5次。宋思妍，你这是霸王条款。你可以不接受啊，我没逼你啊。宋思妍，你别栽在我手里。宋思燕，盖个章，不然你觉得活得怎么样？出尔反尔的人一直都是你。你要跟江氏合作？没错，但我要江氏30%的股份。
再过几天江氏就要破产，你的所有言论爆了。你现在如果因为江远桑而去跟江氏合作，江氏会因此腾飞。你这不是在报仇，而是在帮他们。30%的股份已经是江氏的第2大股东，只要我再买点散户过来，股票份额就会超过江远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翻盘，成为江氏总裁。就怕有江远桑在，永远都下不去这个狠手。不会，我妈的。哥，新润集团的总裁已经答应跟江氏合作了，你快备份资料去公司找他们吧。于桑，神润集团不是拒绝跟江氏合作吗？你是怎么让他答应的？你不会跟他有什么交易吧？没有，我就是答应他们把手头的案子好好处理。于桑，你不要隐瞒哥哥，如果你做这一切是要你付出代价，哥哥宁可不要。哥，你想多了，我们律所本来跟新润集团就有合作，他们也是看在我师兄的面子上卖我个人情。你赶紧联系他们吧，我要去上班了，先挂了。结婚证先放我这儿。怎么，怕我离婚啊？你要是能出得起20亿啊，我可以跟你离啊。万恶的资本家！江远桑，叫这么大声干嘛？要是让同事知道了就不好了。你确定要跟我已婚？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？你可不要出尔反尔啊！我就是想说啊，你头上有个虫子，我帮你拍下。好喜欢你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，像微风吹过雨后你独特香气。江律，你今天这场官司赢得可真漂亮，沈律高兴订了望江阁，让我们一起去庆祝呢。好，江律，我们可都是沾了你的光呀，沈律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。你也不看看这个案子，江律给我们律所拿了多少钱，顶你好几年业绩了。我们江律人长得漂亮，能力还强，这么优秀的女人，得什么样的男人才配得上？这还用说吗？沈律和江律可是我们律政界的最强 CP， 要说能配得上我们江律的，那就只有沈律了。打住啊！你们要再这么说，今天晚上饭谁都别想吃。走吧。今天沈律真的很配，我也觉得。我也江律有点事。老婆。完蛋，居然把他给忘了。拿了谁呀？咋那回事？他好像在看江律，他是在叫你老婆。什么老婆呀？你们别乱说，赶紧走吧，待会儿堵车了。老婆。躲什么？回来！江雨桑，好样的！不像吗？各位，我刚碰到一位贵客，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，所以说我就请他一块过来了。宋总，请。看来有人不欢迎我啊？怎么会呢？宋总，请上座。不用。我坐这儿就行。啊，行，那雨桑，你照顾一下宋总。
宋总，您喝茶。什么茶呀？上好的碧螺春。抱歉了，我不喜欢喝绿茶。我只想喝我老婆泡的咖啡。这个我可满足不了你，您还是回去让您的太太给您泡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宋思妍，这个狗渣男、老色批、臭流氓，只想咬死我！江律师骂我，都不知道背着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是忘了吗？条款里面说的很清楚，不许跟异性有暧昧关系。你说该怎么惩罚你？我什么时候跟异性有暧昧关系？他们说你跟沈清晨很般配啊。那是他们开玩笑的。我不管，犯了错就得罚。I think I might be into you.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. 如果今晚就是我们喜欢这边，你确定要为了他们投入我吗？近期一直没有发病，我想我可以停药了。他生病了，他对你的病情会有很大帮助，不如你试着跟他沟通一下。5年前的事说不定……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这辈子都不要让他知道，我不想看到他难过自责。我的傻弟弟，你爱的太苦了，姐姐只是心疼你。我没事，至少他现在已经回到了我的身边。当年对他心理造成的伤害，我会慢慢弥补。瑟瑟，终于。
我就知道以你的职业敏感度，不可能察觉不到他跟你分手另有隐情。所以，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想听实话。5年前，宋思妍打算回兰城跟他母亲说要跟你领证的事。妈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什么事能让我儿子这么重视呀？该不会是要把桑桑接过来吧？那可太好了！妈妈早就把聘礼给你们好了，你们结了婚，妈妈就把这个房子卖了，垫点钱，再给你们买一套房子。到时候啊，咱们一起去京城。把他给我往死里打！敢背着我勾引我女儿，你一个严重变态！你们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王蜜兰，宋璇，你竟敢背着我江远山生下这个孽种，还让他去勾引我的女儿！你儿子和我女儿可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这是乱伦！桑桑是江远山的女儿。不可能，我和江以桑怎么可能是兄妹？不可能！你在说谎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你妈偷偷爬上江远山的床，生下的孽种！宋思妍，你竟然爱上自己的妹妹，你会遭天谴的！妈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江远山，我不是他儿子，对不对？不是他，桑桑怎么可能是我妹妹？连同父异母的妹妹都下得去手，跟你那贱人的妈是一样，都是贱种！来人，给我废了他！不要啊！我求求你，我求你放了我儿子！好啊，你命坏了命！妈，你别听他的。你又不是冲我来，别伤害我妈！阿言，妈妈不知道桑桑是江远山的女儿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这个罪，妈去说。你要好好的活着。妈，他出国以后状态一直不好，每天不是抽烟就是喝酒，还2次想要割腕自杀，但他每一次都控制住自己，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救他。我想他活下去的唯一力量就是护你周全。他就这样磕磕绊绊过了5年。公司也在安梦国扎稳脚跟，眼看着集团马上就要上市，你不是江家大小姐的消息，打乱了他所有节奏。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就像个傻子一样，又哭又笑。紧接着，他就用最快的时间把集团掀回了国内。所以，也是我间接害死了他妈。他为了我，不惜背上骂名，也要说出那么决绝的。不仅如此，他回来一是想重新追求你，二是回来报仇。可为了不让你为难，
他放弃了收购江氏集团最后的机会，反而把自己研究多年的驾驶系统交给他们，让江家起死回生。他为了你，放弃了太多。阿言，你放心，你没完成的事儿，我替你完成。我一定会为你跟你母亲讨回公道。干什么呢？你没发烧啊？怎么笑得跟个傻子一样？哦，对了，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不过你不要生气啊。说来听听。等会儿我老婆过来给我送饭，我怕你嫉妒，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。果然是个孽缘，幼稚。来，陈主啊，哎，告诉所有人，我太太要来送饭，不许拦着。宋总，您不是跟太太商量过要隐婚吗？您这么大张旗鼓的，就不怕她生气啊？我说我太太是什么？他们自己猜着，跟我没关系了。苏思雅，我怎么感觉你的员工都在议论我？你是不是跟他们说什么了？议论你啊？走，老公给你报仇去！居然敢在背后议论我老婆，他们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你是不是当我傻呀？你这样出去就等于官宣了吗？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老婆，你不能冤枉好人啊！我只是跟他们说我太太会来送饭，但真的没说那个人就是你。那还有其他人来送饭吗？那没有啊，就算有，我也不会去吃的。那不就得了？就我一个人送饭，傻子才猜不出来。宋子妍，别跟我玩文字游戏。行，那我们玩个更高级的，引蛇出洞怎么样？引蛇出洞？和光香。肖医生，怎么变得这么漂亮？离婚费太贵了，那就这辈子都不行。宋思妍，如果我的身世一直不被揭开，你是不是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煎熬之中？这是调查到的所有资料。这个人叫李强，是江远山当年的助理，也是王美兰的发小。当年王美兰指使李强污蔑的宋璇，导致宋璇被江远山误会，从而被赶出公司。所以这些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宋璇当年是被冤枉的。没错。李总，宋思燕是江家的孩子，对吗？当初她离开你，也是误以为你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不仅如此，他母亲因为这件事自杀，而这件事跟王美兰也有关系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所有的证据，替他母亲伸冤。那你哥哥呢？我怕你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，对他愧疚自责啊。我是律师，我的职责就是要为正义讨回公道，这也是我们从事律师行业最起码的良知，我不能违背。可是这件事情毕竟过去5年了，想要找到关键证据，恐怕很难。那我们就制造证据。
张雨伞，江雨桑，你什么意思？拿着假照片污蔑蕊蕊不说，现在又要来陷害我是吗？这张照片的确是假的，不过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便会在裂缝里生根发芽。你说这照片如果被你的丈夫和儿子看到，江雨桑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养育了你26年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养育之恩的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？你为了把我赶出江家，不惜搭上我跟我哥的名声，你配得上这个生命期？你28年前，你设计逼走了宋雪，并且害得她失去了双腿，险些流产。5年前，你明知道我不是你的亲女儿，却还谎称我跟宋思燕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逼得宋璇自杀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都是你欠的债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仅知道，我还会把证据移交给警方。王媚兰，你的报应就要来了。张雨桑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竟然为了别人设计陷害我，让我众叛亲离，你会不得好死的！这一切不都是你咎由自取？是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伤害我跟宋慈燕，也是你亲手斩断了我们的母女情。不，是宋璇，是那个贱人抢走了我的一切。她不仅要抢我的丈夫，还让她的儿子给我的儿子争夺家产，这一切都是她的错。宋思燕从来就没想过抢江家的继承权，她是世界最顶尖西润集团总裁，她根本就看不上江家。你说什么？宋思燕是深润集团的总裁？不可能，她只是一个小码农，怎么可能是集团总裁？一定是你在骗我！王媚兰，再享受一下这短暂的自由吧。一旦我把证据提交给警方，你就再也看不到了。现在，立刻，我要将你杀死！江雨桑，你在哪儿啊？接电话呀！江雨桑，别做傻事儿，回来。好戏太吵了。宋思燕，宋思燕，你怎么样？王欣，你不会给你拿着我的钱就这难忘的机会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玩笑呢？以后不准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，听到？我答应。小桑，老证据，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失去你一次，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好好的。宋思燕，这5年是你一直在守护我，现在就让我守护你一次。王美兰，你涉嫌5年前一起雇凶伤人案，以及教唆他人犯罪等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王美兰，你简直就是个毒妇啊！
我当初怎么就被你蒙骗了？我们到了。宋思妍，带户口本了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领证了？张雨嫂，我就是跟你玩玩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娶你吧？宋思妍，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，我要生气了。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吗？我当初追你，不过是因为跟别人跑，想看看金枝玉叶是什么。我尝过了，也不过如此。江雨桑，我从来都没爱过你，分手吧，往后就当彼此从来没有遇见。宋思妍，我不相信你没有爱过我，你的眼睛不会说谎的。宋思妍，你要是再不回头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的。宋思妍。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'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?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? 嫂嫂，5年不见，我很想你。你想我了吗？宋思妍，我在。我会永远的在，一辈子都不会丢下你。自从5年前你离开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回到过这儿。那场大雨不仅淋透了我的身体，也把我永远困在了那个雨夜，再也走不出来。嫂嫂，大雨淋湿了5年前的江雨桑和宋思燕，但我不会让这场大雨淋湿5年后的我们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从来都没爱过你。我不仅爱你，还爱到窒息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娶你吧？我们不仅会结婚，还会生很多个孩子。嫂嫂，5年前的我骗了你，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对不起。这枚戒指陪我走过了5年，我以为这辈子没有机会给你戴上，可能是上天看我可怜，又给我重新回到你身边的机会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松手。江雨桑，人间烟火，山河远阔，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走过？喂。像风一样窥视我，或将我吞入漩涡，解救我在天然